解决生死归宿。生死归宿。我想呢，这个也是一个大问题哈，死亡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我们现在的人，我们中国人，我们很害怕谈死，很避讳死，基本上对死是持一种高度的回避的态度。这个我们好像平常多半会觉得死都是别人的事，跟我没关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忙来忙去啊，赚钱啊，拼命的做事业啊，拼命的赚钱啊，我们仿佛以为我们在这个世界是可以永远活下去的。我们赚了钱不仅是为了这一生，就为了来生，可以永远活下去。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似乎会有这样一个设定。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啊，我们也要面对死亡，但是呢，我们经常也会受到死亡的威胁。我们看到身边的人，看到亲戚朋友，看到死亡，我们在内心里面隐隐约约的也会有一种恐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恐慌？其实很多人会有这种恐慌。所以我们最近呢，前11月份我们在苏州呢，也是在跟心理学界在举办一个论坛。心理学界也是很多国内的心理学著名的一些心理学的专家，来的有10几20个人，然后还有我们苏州这个介绍佛学研究所的一些法师。我们做了一个论坛，这个主题主要是探讨2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死亡焦虑。因为很多人都有死亡焦虑，如何避免死亡焦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正念的问题。正念目前在西方国家是非常的影响很大，已经进入到教育系统，这个学校啊、医院啊、这个监狱呀，进入了很多，就是这个正念。所以我们是讨论这样的2个问题。第一个是死亡焦虑，那么在这个论坛呢，我也做了一个讲座，因为我是代表佛教界做一个讲座，那么还有一个心理学家。他们做一个讲座，那我做的这个讲座是什么呢？就是关于《心经》的生死观，从《心经》的智慧怎么来认识生死问题，怎么来解决生死问题。我讲的这个题目也是得到这些心理学家的好评，他们觉得是他们听到了一个对死亡问题解决最透彻、讲得最清楚的这样一个讲座。那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人的死亡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死亡，也从来没有为死亡做过准备，所以很多人呢，其实都是无可奈何中走向死亡，都是在被折磨中走向死亡，都是在被抢救中走向死亡。我们对死亡没有一种接纳的心态。所以很多人要死得好，真的不容易。所以难怪这个中国文化的这个五福里边，其中就有一个观叫做好死。死得好，也是我们人生的福报。所以死亡的问题呢，我们需要去正确的面对。现在除了死亡，其实像西方国家还有叫什么？叫这个安宁关怀。我们在这一次做这个心理学论坛的其中呢，我们也有邀请了一个北京协和医院，他们呢就是在做这个安宁关怀。什么叫安宁关怀呢？就是面对一些就是突然间得了这种不治之症的一些人，就是他们的命运肯定在这个世界，但是其实他们没有到该死的时间。比如这个比较年轻啊，突然间就得了什么不治这个癌症啊、不治之症啊，马上就要面临着死亡。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他们对人间的这种事业啊，充满着执着，对儿女啊、对感情啊、对家庭啊、对事
他根本就没有做好准备，根本就没有做好放下的准备，然后对死亡要去的地方，他又充满着迷茫。那么对这些人如何的来关怀？如何的来关怀？那么我们现在呢，能够做的就是哭啊、喊啊、抢救啊、哭啊、喊啊、抢救啊，都在做这些。这些呢，都会给这些患者会给他增加无限的这个痛苦、焦虑、痛苦。所以在西方先进的国家，包括我们的这个对岸，像台湾，他们在这些安宁关怀呀、这些方面啊，都做得非常的好。现在我们大陆呢，也开始有这个意识，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安宁关怀。那我们现在所受的教育，不管是唯物论的教育还是儒家的教育，都没有关于死亡的这个学问。儒家的思想是未知生焉知死，未能是人焉能是鬼。儒家只关心现实的问题，不关心这个怎么死，死得到哪里去，没有这些学问。那我们现在结合了唯物论，是人死如灯，那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最后都一样。所以对这一块呢，也都缺乏知识。但是呢，我们是不是能够那么轻松的就说死了什么都没有了，无所谓啊？我们真的能够做到这样吗？我希望很多人能够做到这样，也是挺好的。但事实上做不到。其实人对这种死亡的焦虑，他还是在所难免。所以如何避免这个死亡的焦虑？那么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佛教的很多思想啊，解决死的问题。你看我们佛陀当年为什么出家，就是因为他看到了生老病死。当用这种生老病死，用死亡来审视当下的这种青春、美貌、财富、地位，一切都显得一文不值。所以当他做这样的一个审视之后，他需要去追求一种生命的永恒的价值。所以对死亡的焦虑和死亡的思考，也是佛陀出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关于这个佛教对这个死亡的这方面的智慧非常丰富。当然，我在这里呢，就主要给你们提供这么2、3点，就是如何的来正确认识死亡，从佛教到底怎么认识。那么第一点呢，就是佛教的轮回的思想，轮回的思想，它让我们看到生命是一个无尽的累积，生命就像河流一样，这条河流呢是从无限的过去延续到无限的未来。我们人的一生呢，只是生命延续过程中的一个片段，就像大海的一朵浪花。所以，如果你能够从生命的河流来看生死，其实你就不容易焦虑的。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生命就像大海一样，生死就像一个浪花的泡沫。当然，关键原因是我要认识到生命的大海。如果我认识不到生命的大海，我活在浪花里边，浪花就是我的一切。如果我活在大海里边，大海会在乎一个浪花的破灭吗？虚空会不会在乎一个云彩的变化？如果你的生命，你了解到生命的本质就像虚空一样，你已经体会到这种生命的本质，体会到心像虚空一样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当你已经体会到这种状态之后，你会在乎虚空的一个云彩的变化吗？肯定不会在乎。如果你已经体会到像大海一样的生命，你会在乎一个浪花的破灭吗？我想肯定就不会在乎了。那就是说，我们一般的人只会在乎，我们就是活在这个浪花里边。我们现在这几天一个很时髦的话题啊，这个中国的这个悟空号的一个天文的发现，这个发现呢，即将会告诉我们这个
这个世界，我们看到了这个物质在这个世界中，它所占的比重只是5%。除了这个物质之外，还有暗物质，还有暗能量。这个暗能量占领的是68%，暗物质占的比重是27%。加起来多少？加起来95%。而我们看到的物质的世界其实只有5%。即便从心理学的角度也讲到意识和潜意识，我们人活在这个意识的层面，这个意识它也像冰山上的一角，人的潜意识就像大海里面的冰山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我们的视野是非常非常的有限，所以我们不能活在这个5%里面，我们还要去探讨这个90%。佛法的智慧就在于帮助我们去认识、去体会这个95%。所以这个是第一点，我们了解到佛教的轮回的思想。那么我们对这个生死呢，我们就会有一个宏观的视角来认识这个生死。第二点就是佛教所说的涅槃、往生和菩萨道的思想，为我们找到了生命的这种无尽的归属。无尽的归属。佛教讲的涅槃，涅槃事实上是什么呢？涅槃不是死的，涅槃是平息我们这个迷惘的生命，我们内心的迷惑和烦恼平息了之后，我们体会到我们生命内在的这种永恒的生命。我刚才讲的涅槃不是死的，我们活着一样也可以涅槃。那就是，所以涅槃是什么意思？就是熄灭的意思，就是熄灭我们内心。所以菩萨讲的涅槃是无住涅槃，是他能够在这个体会到这个涅槃的这种无限的智慧。所以生命有2个层面，一个是有限性和无限性。我们体会到生命的无限性，然后我们可以活在有限的世界中。当我们体会到生命的无限，我们活在有限的世界中，其实我们的生命，我们就会有2个层面，我们既活在有限中，也活在无限中。但是我们一般呢，我们要体会不到生命的无限，我们就是永远都是活在有限的生命中。所以这是，那么另外佛教的往生的思想，就是我们通过修行，通过善行，通过比如说通过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它为我们找到了未来的归宿。我们未来到哪里去？我们遵循着佛教的因果的规律，我们非常明确我们未来会到哪里。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不可能永远待在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这个70年、80年，能活到100岁就了不得了。100岁在这个宇宙中真的是沧海一粟，非常非常的短暂。我们未来要到哪里去？但是呢，如果我们学佛，我们不仅能够看到这个生命的有限性，我们更重要能够体会到生命的无限性。当我们体会到生命无限性，我们就不会在乎这个生命的这种有限的无常和变化。所以呢，这样呢，我们对生死我们就不会有焦虑的。那么还有菩萨道的修行呢，它要建立一种无尽的悲愿。菩萨就是以轮回做战场，他在这个芸芸众生中，在这个十方世界中，随着他的悲愿，在这个世界不断的去度众生，不断的去说法，不断的去慈悲众生，帮助更多的众生从迷惑走向觉醒。而这样的一个世界是近未来主义的世界，像这个《普贤行愿品》里面说的：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的这种愿望没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业，无有疲厌。你看，这是一种何等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气势，何等的一种愿力。
每一次生命都像换一件衣服一样，只要根据众生的需要，它会这个随类发生。所以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佛教讲的临终关怀，就是帮助我们怎么死。怎么死？当我们要面对死亡的时候，当然一个人如果真正学佛修行的人，其实你天天都在为死亡做准备，每天都在为死亡做准备。著名的哲学家们也在说，哲学就是为死亡做准备。那其实宗教更是为死亡做准备。那真正面对临终的时候，在佛教里边有临终关怀。所谓临终关怀呢，事实上就是一个人他从这个世界到那个世界的时候，是什么力量决定了你到哪里去，到底怎么去？就像我们人的这一生，佛教把我们的生命分为4个阶段。我们生下来这个时候是生有，然后生下来之后，在这个世界几十年时间，这是本有，然后再到死亡的时候呢，这个叫死有，然后死了之后，你这一期生命结束了。然后下一期生命产生的时候，这个过程，这个中间的阶段叫做中有。就像你在世间，你的一份工作干完了，不干了，然后你再找下一份工作，这个阶段你还没有工作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中有的阶段。那我们从这一生如何更好的过渡到下一生？什么力量会决定了我们？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念是很重要的。你的上心升起的时候，其实你就能够升到人道、升到天道，或者你能够对你能够在禅修的阶段，你就能够体会到空性，来完成这个涅槃解脱。如果你是发愿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时候你只要升起强烈的信愿行，你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有一大堆儿女啊，你要快要这个不行的时候，哎呀，你的这个遗嘱还没有立啊，你怎么给我的钱这么少啊？一大堆孩子在那里哭啊、喊啊、争啊、吵啊，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各种情绪、各种烦恼、各种嗔恨心或者各种不舍就起来了。那这个时候你很有可能就会堕落到三恶道。所以在临命终时的时候，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理引导。临终关怀，实际上他要做的就是2件事情，一方面就是在帮助你在完成心理引导，有人会不断的开导你，这个时候你要对这些对未来要去的世界，你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信心和认识？你对当下的现状呢？对这些事业啊，对感情啊，你应该怎么认识？要做这样一个心理辅导。那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就要通过一些这个念佛啊，还是念三皈呀，还是通过一些开示，怎么来辅助你修行啊，让你帮助你来完成你的一种心的调整，帮助你安住在这个正念上。当你安住在这个正念上，你走了，你就能够，它就会决定了。所以临终是它对我们未来能够去哪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临终关怀，佛教非常重视这个临终关怀。当然，关于这个临终的问题呢，这个如果不是通过信仰我们在世间的这个学问里面是没有这个知识的。所以信仰对于我们解决生死归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